8枚 ATACMS 导弹袭击别尔格罗德，乌军无人机空袭俄罗斯最大海上贸易港口。乌特工清除俄军第112导弹旅指挥官。乌克兰军工升级，计划再生产3000枚导弹。首批幻象2005F 战斗机月底抵运乌克兰。俄军新兵部署库尔斯克和顿涅茨克，发起无装甲防护的人海冲锋。乌军击毁卢甘斯克弹药库，并趁势夺回特尔尼失地。暴风阴影、海王星导弹、无人机联合空袭克里米亚。精彩资讯即将开始。2025开年以来，乌军几乎每天都在袭击俄本土目标。据俄频道发布的消息称，1月3日至4日夜间，乌军对俄罗斯各地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导弹袭击，首当其冲的是莫斯科一带，接着罗斯托夫、别尔格罗德、图拉、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圣彼得堡等地区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空袭。俄国防部4日早些时候宣称，击落了16架乌军无人机，并表示没有造成损失。但从流出的视频和目击者叙述来看，乌军无人机和导弹还是带来了不小的破坏。如在别尔格罗德州，乌军一口气向当地俄军事目标发射了至少8枚 ATACMS 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防空部队用 S-400和铠甲 SM 击落所有来袭的8枚 ATACMS 导弹。但现场披露的视频显示，城市多地燃起了大火。目击者也声称，爆炸声一直持续了数十分钟。截至目前，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另外，在列宁格勒州1月4日早上，俄航空运输局表示，受乌军无人机空袭影响，俄罗斯圣彼得堡、霍尔科沃机场2度实施了禁飞限制。列宁格勒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登科报告称，该地区遭受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但并未遭受损失，并声称俄防空部队使用电子战设备和小型武器击落了4架乌军无人机。直至当日上午10时30分，禁飞限制已被解除。到了1月4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又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乌斯季卢加港实施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频道报道，港口上空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并坚称是俄军防空系统在俄罗斯运输和物流公司的航站楼附近击落大量乌军无人机导致，强调这里没有造成任何重大损失。但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乌斯季卢加港疑似发生了火灾。初步信息表明，港口内一栋建筑物已经严重受损，窗户全部被破坏，详细的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乌斯季卢加港于2001年12月随着煤炭码头的启用而开始工作。2020年代初，该港口成为俄罗斯的第2大海上贸易港口，虽仅次于南方的新罗西斯克港，但一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承载着俄方的石油贸易运输。尤其是在俄罗斯遭遇国际制裁后，俄罗斯的影子部队就是通过这里转运石油。现在乌克兰大规模空袭此地，无疑是在向外界表明，乌军对俄罗斯能源贸易是零容忍，必须持续进行打击。其他地区，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沃罗涅日巴尔的摩军用机场和斯摩棱斯克州萨夫诺夫市的先锋工厂。前者驻扎的俄军第47轰炸机航空团遭受重创，后者是专为俄军生产发射容器和固体燃料火箭外壳的工厂，具体损失情况有待澄清。不过，随着乌军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精确打击，俄军后勤将陷入瘫痪。乌克兰敌后行动也没有停止。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报道，乌克兰特工或者是游击部队于1月3日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州舒亚市对俄军第112导弹旅指挥官康斯坦丁·纳加伊科实施了清除行动。报道称，纳加伊科受到多处致命伤，所以接受手术，但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2025年的敌后行动和针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导弹袭击将更加精彩。一方面是因为乌克兰已经改采丹麦模式，即让合作伙伴通过下订单的方式向乌克兰军工产业提供必要资金援助，这既能提升乌军自给自足能力，也能缓解欧洲国家军工产线的负担。如在该计划下，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宣布，乌克兰2025年计划再生产3000枚导弹和3万架远程无人机，并将国防和安全领域拨款提高到了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则是国际援助也在持续到来。如据法新社报道，首批3架幻象2005F 战机将于1月底运抵乌克兰。这些飞机经过改装，可以携带和发射斯卡普1机和暴风阴影导弹。乌克兰飞行员经过半年的训练后，也已经掌握了驾驶该战机的技术。届时，乌军将同时拥有 F-16和幻象战机，极大加强了争夺制空权的能力。综上所述，乌军开年用导弹袭击俄本土，空袭俄罗斯海上贸易港口，又清除俄军指挥官，发展自身远程打击能力，
似乎是在用行动表明2025年乌军将升级打击俄本土模式和方式。库尔斯克地区由于朝鲜士兵的失败和巨大伤亡，俄军已经开始重新部署俄军士兵。一名在该方向作战的乌克兰士兵称，俄军正在派遣新兵，驾驶民用车、轻型车辆、摩托车，在库尔斯克和顿涅茨克进行小团体作战。如在达里诺，乌军第36旅第501营正不断阻击俄军小股进攻，同时向在奥布霍夫卡休整的俄军第83空降旅发起了突袭。在列别捷夫卡和斯维尔德利科沃，有消息称俄军第106空降师潜伏了进来，但截至目前，该区域尚未发生战斗，仍控制在乌军手里。此外，乌军还沿着诺沃伊万诺夫卡、特鲁格连科耶轴线对俄军第34旅驻守阵地，和在波格列布基东部对俄军第810旅和阿赫马特第204特种团阵地发起了攻势。虽然战线暂无确认变化，但随着乌军无人机对俄军后勤线路的精准打击，俄朝联军经常因补给不足而溃败。库皮扬斯克方向，此前乌军在弗拉西夫卡击毁的俄军弹药库已经严重影响了卢甘斯克俄军的武器供应。1月4日，在北部德沃里奇纳地区，俄军进攻势头疲软，乌军将其阻击于扎帕德涅东部森林地区和卡利诺夫东部的奥斯基尔河，战线未取得确认的进展。克里米纳方向，乌军趁势夺回了特尔尼中部的阵地。同时，据1月4日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坦克还在伊万尼夫卡向潜入进来的俄军和其据点实施了打击，扩大这里的灰色地带，并在南部的银色森林地区对俄军阵地发起了反击。具体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顿涅茨克西维尔斯克方向，为了探查清楚乌军的火力分布，俄军正通过向西维尔斯克城市投掷炸弹和发射远程炮弹等方式进行牵制打击，以火力掩护侦察小队行动，从而为最终进攻奠定基础。在恰索菲尔方向，据乌军第24旅指挥官称，俄军在该方向已经投入了1万人展开行动，其中俄第98空降师和第7军事基地部队目前正在恰索菲尔城市中部与乌军展开巷战。而乌军除在正面纠缠俄军外，还在恰索菲尔东部展开反击，并部署地雷，牢牢控制着河流和附近高地地区。红军村方向，乌军波姆斯塔旅的无人机部队1周时间成功摧毁了俄军3个前线武器仓库，并打掉了俄军4辆坦克和2门迫击炮等设备。也正是受弹药库被摧毁影响，俄军放缓了正面战场进攻，开始试图包围这里的乌军，但该计划被乌军识破，双方在该方向多地展开了激烈交战。乌军第152旅对利西夫卡中部的俄军实施了反击，多辆俄军战车遭 FPV 无人机打击而报废。在人员损失上，俄军每天在该方向至少损失400人。此外，在东部沃兹德维任卡方向，俄方消息称，俄军正不断推进，距离 T004公路仅剩1公里，但该消息尚未得到战争研究所证实。库拉霍方向，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攻势，并在库拉西夫斯克水库附近保持了有限的阵地。俄方消息称，俄军前线受阻以后，正试图绕过彼得罗巴弗里夫卡，沿着 H15库拉霍沃扎波罗热市高速公路向达赫内推进。也有消息称，俄军已经攻入彼得罗巴弗里夫卡，不过战争研究所尚未观察到该情况。在南部扬塔内地区，乌军1月4日击退了来自斯佩尼夫卡俄军的大规模机械化进攻。更南的大诺沃希尔卡、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方向战线均没有发生变化。倒是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发动了包括暴风阴影、海王星、无人机在内的联合空袭，目前损失还在统计中，预计接下来乌克兰还会向科什大桥发起攻势。因为据卫星数据显示，科什大桥周围用来防御的驳船数量已经急剧减少，已从1个月前的34艘减少至18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科什海峡遇险的俄罗斯油轮，其泄漏的油污已迫使塞瓦斯托波尔市于1月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之，过去24小时，前线发生148起战斗，主要战斗仍集中在库尔斯克、红军村和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发起没有装甲掩护的人海冲锋，也导致损失急剧增加。1月4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损失1510人。按照这个速度，俄军损失将很快突破80万。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俄罗斯海军近期接收了第5艘亚森级核动力潜舰，同时也是第4艘亚森 M 级潜舰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号。该潜舰将直接加入北方舰队，并驻扎在挪威附近，其排水量约13800吨，可搭载口径巡航导弹。P800 反舰导弹以及锆石巡航导弹，并配有10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是俄罗斯海军潜艇中火力最先进的一款。俄罗斯此番公然表示要将其部署至挪威海域，显然是有所图谋。此外，亚森 M 级为亚森级潜舰的武装升级版，
除首舰北德文斯克号外，其余的亚森级舰艇目前皆升级为亚森 M 级。俄罗斯还计划将该级舰队的规模扩大到12艘，其中一半可能驻扎在北方舰队，其余则分属在太平洋舰队等地。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截至2024年11月，俄罗斯已招募多达18万名囚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2023年，俄罗斯杜马批准了一项立法，加入俄罗斯军队的人一旦服完兵役，或者是在战斗中获得国家奖励，亦或在行动中受伤，他们的犯罪记录将被删除。如果囚犯同意在乌克兰服役，他们也将获得缓刑。从此，俄罗斯开始招募囚犯入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瓦格纳集团。尽管其在兵变后销声匿迹，但如今的俄军已继承这种另类的征兵方式。囚犯在签订合同时会收到1718美元的一次性付款。去年7月，该金额增加到3524美元，但是这些囚犯及其家人将不能享受其他福利。此外，他们的薪水也要比正常士兵低2到4倍。而且今年1月1日，俄罗斯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取消了向签署参与乌克兰战争合同的囚犯支付一次性现金。据美国陆军时报报道，驻扎在德国格雷芬维尔的第41野战炮兵旅已完成了火箭炮的换装工作，由原本的 M270A1 更换成 M270A2， 借此成为了美军中首个全面装备陆军下一代多管火箭炮系统的部队。M270 多管火箭炮自1980年代初开始服役，它是一种基于布拉德利战车底盘的履带式系统，最多可发射12枚制导火箭弹、4枚精确打击导弹或2枚 ATACMS 导弹。与 M270A1 相比， M270A2 改进了发动机、装甲驾驶室，升级了传统装置和火控系统，因此其发射弹药的速度更快，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也更强了。且在去年10月的北约演习中， M270A2 已正式投入实战，验证了作战性能。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 M270A2， 美国陆军曾于2023年4月与洛马公司签署了一份1.94亿美元的合约，以及另一份价值高达48亿美元的导引火箭弹采购合约。不仅如此，洛马公司还在研发射程更远的导引火箭弹，并计划将射程从目前约64公里大幅提升至161公里以上。另一方面，美国的星球航天器也取得了突破。美国航天总署于去年年底发布了一款新型直升机概念图，名为火星直升机号。据悉，这款新型直升机基于机智号，而所谓的机智号实际上是一架小型无人直升机。它曾于2020年随毅力号火星探测车抵达火星，目的是验证在火星上飞行的可能性。2021年4月19日，机智号成功完成首飞，验证了这种飞行技术的可行性。但去年1月，机智号在着陆时受损，因此美国航天总署这才开发了火星直升机号。与机智号相比，其具备更大的负载能力，可携带影像拍摄和样本分析等科学仪器，能够进行样本分析和地形测绘等任务，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能为未来人类登陆火星提供支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在加沙内特扎里姆走廊建立了无限期驻扎的临时基地。此前，这条走廊只是以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留下的小路。当时以军第36师从东部进入加沙，并到达加沙城以南的海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以军沿这条走廊修建了一条约6.4公里长的公路，周围地区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缓冲区，以确保这条通道不受哈马斯袭击。随着时间推移，以军开始扩大缓冲区，从公路两侧仅几十米的范围，到北至加沙城郊区，南至加沙干河，覆盖了大约47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3%左右。在现在的大片区域上，以军已建立了10多个小型军事前哨站，还建立了至少4个前方作战基地，作为后勤中心和在加沙行动的部队总部。目前，这里由第99师的哈雷尔预备装甲旅和第55伞兵旅控制，其中哈雷尔旅负责走廊南半部分和整条公路，而第55伞兵旅负责北半部分。据一些官员透露，以军此举是为了加大与哈马斯谈判的筹码，促使其尽快释放被扣押人员。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和英德法3国将于1月13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新一轮的核谈判。据悉，2015年由于担心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包括美国在内的6个国家与伊朗达成协议，以限制其核计划。但在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与上述6国之间达成的核协议，伊朗则趁机破坏协议规定，
不仅增加浓缩铀的库存，还提升浓缩铀的浓度。虽然在拜登上台后，美国试图重建已被破坏的协议，但并未成功。去年10月，英德法3国向国际原子能总署就伊朗未能配合国际监管提出异议。然而，在遭受质疑后，伊朗随即表示将在核设施内增加浓缩铀所需的离心机。随后，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披露，伊朗正在加速浓缩铀的浓度，目前已达到60%，距离可作为武器用途的90%相距不远。但伊朗方面则重谈并无发展核武的计划，核能仅作为民生用途的老调。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新闻稿，沙特向美国采购了20枚 MK54 MOD-0 轻型鱼雷以及相关的备件、训练和后勤服务，总价值约7850万美元。主承包商由雷神公司负责。与可潜艇搭载、弹头重达300公斤的 MK48 鱼雷相比， MK54 轻型鱼雷弹头重量仅45公斤左右，因此其更加灵活，侦察识别能力更加出色，还能够有飞机、水面舰搭载运用，且可靠度与命中率都相当高。此外，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美国和沙特高级军事将领还在上个月的电话会议中讨论了中东问题，两国就加强双边关系达成共识，将合力举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同时，沙特海军近年来加速现代化，未来将重点发展护卫舰、作战快艇和近岸巡逻艇等小型舰艇，以强化与伊朗对抗的实力，并加强对波斯湾以及红海的控制，以防御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沿海的侵袭。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空军目前正面临2大困境，其一，兵力不足。印度空军获批的编制为42个中队，但截止现在仅有31个战斗机中队，因此印度空军迫切需要新兵入役。但飞行员又与其他兵种不同，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掌握的技术要求较高，短期内的招募量基本上不太可能达标。其二，战机不足，印度计划采购500多架战斗机，又向下细分为2种，其一是印度国产战机，其中光辉战斗机的改造型将构成印度空军的主力。印度空军曾订购了83架光辉 MK1A 型战斗机，但由于通用电气公司推迟交付 F404 发动机，这些战斗机目前已延迟交付。另有97架光辉 MK1A 型战斗机的订单目前仍在讨论中。此外，由于光辉 MK1 型战斗机延迟交付，导致2个直飞米格21战机中队的退役期目前已大幅延长，进一步增加了该机型的事故率。其二是外国战机，又向下细分为2方面。其一是俄罗斯战机，众所周知，印俄关系密切。目前印度已采购有272架苏30战机，近期又额外采购12架苏 MKI 战机，还有一项苏霍伊战斗机的重大升级计划，也正在处于批准的最后阶段。其二是其他国家战斗机，重点是114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案。2019年，印度将这114架 MRFA 的招标案发给了全球飞机制造商，打算通过重大技术转让在印度制造。但此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考虑到漫长的采购过程，再加上印度建造相关设施以及飞机推出的时间，该计划已无法在下一个10年中期前大量供应印度所需的战机。另一方面，从印度自主研发的战机项目来看，发动机仍是该国的绝对弱项点。印度空军发动机的供应商基本来自法国和美国，且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度，直到本世纪末，所有印度国产战机和直升机都将使用直接进口或联合制造的进口发动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印度无法独立研发航空发动机，那么其也将无法独立研发新型战机。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印度政府与拉森图珀公司签约，购买100辆 K9 自走炮，总价值约8.5亿美元。据悉，拉森图珀公司于2017年获得韩国韩华集团授权，可在印度境内生产组装 K9 自走炮。当时印度首批采购的也是100辆，除最初的10辆是韩国产制外，其余90辆皆是在印度组装完成。这次购买已属于印度增购。接下来，拉森图珀公司将在其位于古吉拉特邦哈奇拉镇的工厂生产这批新购的100辆 K9 自走炮。待其交付后，将会增强印军在沙漠、平原和高海拔等不同地形的作战能力。此外，据防卫博客报道，印度还计划向越南出售7亿美元的布拉莫斯导弹。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正式签署合约。届时，越南将成为继菲律宾之后第2个获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的东南亚国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东接下来会对克什大桥动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